今天老习的军中盟友、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友侠同志，他在人民日报发文了，他们要全面整肃伪忠诚和两面人。听到这个消息，军中的高层这心里又要开始哆嗦了。这整肃没完了。有朋友就问，这种热衷于在内部寻找敌人的军队能有战斗力吗？今天咱就详细聊聊这个话题。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13号，开始今天的热点洞察。这张友侠今天发文，他要严肃的打击伪忠诚。这个帽子扣下来我相信包括他自己也逃不过。谁能证明自己绝对忠诚呢？在聊这个话题之前我必须说明一下，这张友侠很多人没见过真人，但是几乎天天听到他的名字，因为他呢是海外这个听传派自媒体通常情况下他是幕后的大老板，现在他已经架空了习近平了。在这儿我必须说明一下，你说是先有听传师呢，还是先有听传群众他一定是有大量翻墙出来的人他希望海外自媒体告诉他一个大好的消息，他们不用付出任何生命和鲜血的代价就能推翻独裁者，而能够实现这个重任的通常都是军中的所谓高层或者是那个元老。你说张友侠自己都很冤枉，我从来没想过要推翻习近平我为什么成为这大戏中的主角没办法因为人民群众喜欢听这个。在这儿咱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他自己的角色实际上非常像前几年的王岐山，因为他可能也走在盛极而衰的路上了。对于朋友们提到的说中共不停的清洗，国防部长清洗，总参谋长、海军政委都清洗，这样的军队热衷于内部寻找敌人，他有心思打仗吗？还能有战斗力吗？有一些海外的自媒体他原来在军中待过，实际上我感觉呢，他没有看透军中的一个本质。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对。因为我们在历史上看，中共的军队他只听命于一把手最高的那军委主席，而老毛当了一辈子军委主席，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至于说谁当国防部长，谁当参谋长、副总长不重要，因为对于下面的什么连排班什么营长、师长、司令来说，只要那军委主席下令有他的签字，他让我干啥我干啥，他让我抓谁我抓谁，他让我打谁我就打谁，无论对方是谁，还是原来曾经是自己的同事。中层在共产党的指挥体系里，他更多的是一个传达命令的工具人的角色，他没有太多的自主权，也很难出现拥兵自重的这种角色。至于说拥兵搞政变那就更别想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建政初期，老毛他就要打这个抗美援朝，给美国掰腕子。他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把这些曾经国军降过来的人他不放心，怎么把这些人合理的甚至是大面上能过得去的理由把它消灭掉呢？而打另外一场战争就是一个好办法。实际上有多少人棉衣棉被都不足，没有上战场，光冻残，这种人就非常多。而这种人呢，大多数都是从国军过来的，有多少是老毛自己的铁班底井冈山的人呢？那些人都是当后备队的，要么都已经是当官了。你要看透这个，你就清楚，有时候战争是实现军委主席的个人想法的一种方式，这种事儿无关正义与邪恶。
在这儿你就清楚了，老习如果牢牢把握这个位置，军委主席，谁当总长，谁当国防部长啊，没什么关系的，不会影响战斗力。他还通过自己的军中管家张友侠不停地制造这种鲶鱼效应，这种不停的清洗，让所有的上将、中将下到下边的连排班都心里哆嗦的，只有一件事，表现的无限忠诚，然后呢，表现的无限的服从命令，而这不就是现在老习想要的吗？第二件事，我们想说一下啊，在军中的历史上，其实还有一件事，老邓他在当军委主席的时候，他要是想打越南，不需要和任何人沟通，他无非是什么，我要干这件事，你同不同意啊？你也得执行。实际上那时候中国人民想打仗吗？不想。你有发声渠道吗？没有。他根本不在乎你的想法。军委啊，往往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组织，往往听命于一个人，而不是副主席。最后我想说一下，在军中在不停清洗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啥时候有可能打台湾，真正打台湾的时候，这些人上不上？我在大卫军情局今天啊，着重给大家聊了一下。如果你感兴趣呢，可以在下方的链接点进去来聊聊这个话题。最后呢，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中共的军队在服务于一个人的时候啊，它有个巨大的风险，那就是2号人物通常都没有好下场。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酷吏啊，他难以善终，而在中共的历史上，2号人物通常也没好下场。那我们就看现在如日中天的张友侠，那属于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啊。党内的2号人物是蔡奇，而军中毫无疑问就是张友侠。但我感觉啊，他现在的权力已经达到了顶峰，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底下的一些马仔啊，也都占据了一些重要的岗位，这个实际上对他是不利的。大家回想一下，老习刚得到权力的时候，在第1任期、第2任期，他把打击异己的这个责任和重担交给了他的好朋友，那就是王岐山，副主席啊，一开始还不是副主席，一开始是这个党编，那就是纪委书记。他当时的重要程度啊，超过了李康强总理。原来都叫这个习李体制，不叫这个地啊，后来都叫做什么习王体制。这李克强啊，他仅仅是搞点经济了，在这个党内啊，他没有什么权利。王岐山那时候是呼风唤雨啊，想查谁几乎就可以查谁。那老习乐见其成啊，因为啊，如果想整肃党内的什么红二代、红三代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团派，没有一定的根基啊，他根本干不了这脏活。而王岐山作为救火队长，作为红二代啊，他有这个实力，不找你找谁呀？但是啊，飞鸟尽，良弓藏啊，把大多数的政敌都消灭差不多的时候，这王岐山啊也就结束了自己的任期。后来你看他感觉什么呀？他感觉自己都不安全了，因为他在这个副总理时期的秘书啊，后来当了建行董事长的那个官员啊，基本上都下去了。他就清楚不能再说话了，如果再说话，那秘书就得把自己给告发了。他也清楚了，当时风头无两，2号人物现在啊，能不出声就不出声，要是不编控的话，他早就窜了。那我们就清楚了，当年这王岐山常委级别的都落这个下场，现在也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啊。那你说张友侠他能躲过这个历史周期率吗？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另外呢，您打开小铃铛，如果明天我的节目一更新，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咱们明天见。